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技术人人都可以用嘛，人人都会，可是我们表达的会有差异化，还是有人还是喜欢我们做的东西啊。我们天星窑成立在195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隔年早期是在做琉璃瓦，还有水缸、酒瓮，还有一些民生的出陶。1978年开始因为我阿嬷过世了，父亲就接手这个天星窑，正好是我们这种窑厂的最鼎盛的时期。然后我1979年开始回来帮忙，到1980年我就独立就管理这个窑厂，一直到现在。1986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就开始走下坡，塑胶产品那个时候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同行业的那个设备啦技术急速的进步，小窑厂受不了各种打击我个人在退伍之前，那时候因为有感觉到要回来接手天星窑，我当初就很喜欢到莺歌的窑厂去逛，然后就看到很多它比较先驱的那个一些做法，我开始就计划把天星窑转向比较高档的所谓陶艺的路线来，一路上转型到921之前。那921以后，那各界来关怀，我就想到把来关怀我们当地重建的各界人士把他的手印或脚印留下来，我们就建了一个这个纪念陶墙，很多现在都带着他的孙子来看阿公的手印在这里耶我在想这个纪念墙可能可以留到50年、100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宝贝的一个历史古迹我们天星窑从创窑到现在，总共有69年了，就是真正的在这边深耕。我们希望我们天星窑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下去，能够到第5代、第6代。在民国68年，我回来天星窑，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烧陶自己要会配釉，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这个釉药的配方，就累积有足够的漂亮的釉方，然后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淘汰，到现在大概30几种配方就够我们用了。
好的鱼竿给不会钓的人，恐怕也钓不到，所以又要用比那个配方还更重要，这样不断的累积下来，我们这样的试片就有上10万片以上了哈。我年轻的时候用一个叫纸雕套釉，早期的那个他要的图案是一个一个的刻掉，我说这个也太耗工了吧，然后我就想到可以把一个图案刻在纸上面，然后贴在陶板上面，然后来处理以后，再把这个图案给拿掉，那个图案就转过去了。可是它原始是从纸雕转换过来的，这是我的历程了哈。那慢慢的延伸到最后，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处理了，又更省工。所以科技的东西不妨碍我们一般在创作的那个价值啊。早期哈，我们做琉璃瓦用的陶土很多，曾经用牛来炼土，所以每一家窑厂都养一只牛。我小的时候还放过牛。那牛因为很重，它把陶土踩得均匀，还有用人工用脚踩，再来就是用手揉。这个炼土的意义哈，第一个就是把陶土均匀的混合，再来就是要把陶土里面的空气给揉掉，里面可能有一点杂质，在揉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那个陶土里面的杂质，可以把它排除。现在因为做法跟早期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都是跟陶土工厂买他就会按我们指定的帮我们初步做好我们就要经过自己的炼土机来做各种调整。在搅拌过程当中，它还有抽真空，这样炼出来以后，那个陶土是很均匀，而且很密实的。进炼土机的时候，可能水分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可以拉坯的东西，大概水分占25%，我们要的是25%，可是我们进去可能20%，然后再慢慢的加一点水分，让它在里面均匀混合，手去压就会感受到它的软硬度这样慢慢调整到你刚好要的。如果太软了，我们可能要再找稍微干硬一点的陶土进去混。我现在要来示范的是挖空法我们首先要先做一个造型出来。我们不做那种很细腻的那个雕刻，我们要做的是看起来很自然。那现在基本上它的造型已经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实心的东西要送到窑里面去烧会有问题，它可能会爆掉。我们要找一个到时候要挖的方向最好的一个角度去切开，然后就要开始来做挖空的动作。当然还要保留一定的厚度。一般我们像要看作品的大小了，最薄当然不能薄于0.5公分，但是像我这样的大小的作品，大概1公分到1公分半里面是比较理想的。
像有一些在挖空的时候，有一些角度是看不到的，就要凭感觉。这个薄到刀子一碰，它土就会跑，就会移动哈，那就表示已经够薄了，不要再挖了哈。但硬到刀子容易磕，在作品可以撑住它的圆形的时候，像我这样挖开，它不会塌掉为原则啊。挖好了，基本上要风干一点哈，接起来就没办法再改变了嘛，所以那个要等它不容易变形的时候再接。这么大一个东西用泥浆来结合，它的强度不太够，我自己就发展到一个软泥。首先在这个要结合的地方刮一些，因为凹槽可以增加那个结合的面积啊，结合的角度啊哈。好，那凹槽刮好以后，我们先用一点点水，涂太多哈，它结合的时候它容易有那个空隙，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软泥压进去，然后我在接软泥的时候，我喜欢在中间弄一个零线。它零线因为有比较多的软泥哈，我们用力一压，那个零线里面多的软泥会往外挤。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中间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刚刚好可以做出它的零线。另外这一半一样要涂上很薄的水。每一个我们刚刚刮的凹槽都要很平均的要有软泥铺上去哈。结合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那个软泥跑出来，有没有？它表示它里边有密切的结合了哈。空气也会排出来。当然哈，有些接缝就会有接缝的痕迹。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整理到看不到那个痕迹。先把这个纹路先好，已经看不出结合的痕迹了，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造型。现在整个都密封的，里边空心的，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空气在烧窑的过程当中会膨胀。那膨胀的时候，它空气排不掉，会怎样？会整个作品会爆掉。也可以直接在比较看不到的地方挖一个大的洞，可是我习惯要很多的小洞，它才可以让这个作品的气体排得掉是为了视觉我都会在那个转角凹陷的地方来戳洞。烧好以后才不会坑坑巴巴，到处都是洞。好了，就这样吧，这个造型就差不多。这一组可以讲大吉大利，用那个谐音来讲，也可以跟它起名全家福那我这件作品，除了那个挖空的技法之外，我还融合这个叫角胎，表现出来就有那个很自然的那个不同颜色的变化就是把不同的胎图放在同样的一件作品上面，而且它的界限很分明那这组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烧的，我们喜欢柴烧，它烧出来有落灰有那个窑气这样出来跟我们在电窑瓦斯窑烧出来是有一点不一样。
这件作品的技法是陶板成型。那我们这个就是用不同的陶板的板块哈，来切割起来，然后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各种不同造型的变化。我这个书法是我自己的字，但是我是经过用电脑做版哈，把这个字给复制到那个喷砂的图案上去，所以我们用书法来搭配。还有我也曾经自己写诗，把它融到作品里面，就变成我一个好玩的一个系列啊。本来这个造型是要有一个纸胚了哈，但是我已经事先弄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先做每一片的那个，如果小型的那个陶板软软的也可以用，但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比较大型，甚至于更大型的时候，这个陶板的硬度一定要够。你如果这样站着不会变形，才可以操作嘛。好，太干也不行，太干它接了容易失败。我们在切割的时候，这个锯片一定要贴平、垂直，厚度最后还是不能超过1.5公分啦。超过1.5公分，在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怕会爆裂啊。太薄的东西，以后在使用上都会比较脆弱。陶板成型大概都是0.8公分到1.5公分当中会比较理想。工具垂直，然后跟着这个线走，我走过来就是45度角，这是自己做的，因为现成的东西买不到我们想要用的哈，我们就会自己做。好了，这个备用的那个陶板已经好了。现在我要把这个软泥给涂到这个切口上面，一定要压得很紧实，里面不能有空隙，不能包空气，它可能就会从那个空隙先干，到时候就整个会裂开。涂的时候我习惯都是先走一次以后再回来整理，食指跟拇指会形成一个凹槽，做出来就会有一条零线，那多出来泥土我就可以整理出来。这要补墙，我补墙都用可以拉坯的陶土，软泥强度有一点不够。这个内部一定要加一些比较软的陶土补墙它的转角的地方，我眼睛看不到，只能凭感觉去调整。去跟它做修整。好，内部这条线的补墙就差不多这样了外部要再。这边软泥就让它稍微厚一点，到时候我们要挤上那个底板的时候，
它可以比较有缓冲的空间了哈。杯体有缺口的地方，用软泥跟它补满。连接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平的地方，所以先用这个来跟它整平。这个要封上面的上盖的时候，这软泥就要厚一点，因为等一下也没办法整理，所以没有厚一点的话，它怕会有一些瑕疵，到时候根本就补不到啊。还是需要凹槽来让那个软泥附着比较牢固一点啊，因为要盖上去以后，这个没办法用目测哈，所以范围要大一点。这个用这个软泥的跟那个陶板在结合的时候的那个注意事项是一样的，里面的空气一定不能包住，一定要让空气可以排出来。海绵是要把这个陶泥给整理平顺。好了，这个就先让它完工了。我现在要做的是贴花，贴花是我们南投陶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法。我们家以前曾经做过香炉啊，香炉上面要贴字啊，也做过那个骨头瓮，那个上面就要贴什么财子寿啊、贴龙啊、贴凤啊，哈，我就把这样的技法而延伸到现在的创作。我在贴的时候，我会在旁边这样压一条线下去。如果你有一个缝隙，它就从那个缝隙干进去，你贴上去的，它会跳掉的哈。把它压实，哈，它那个贴上去的地方，它就不会有缝隙嘛。你太薄的话，它凸显不出那个贴花上去的那个感觉哈。但是厚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妨碍这个作品的使用，或者可能会把那个你浮出来的部分给撞坏掉了哈。用这个钢刷哈刮起
毛毛的那个泥屑哈，再沾上水以后，它就变成泥浆，然后再把这个软的土贴上去。这个刷纹就是让表面贴上去的可以接触比较多，增加它附着力啊。而你要看你要贴的陶土的干湿的情况了，因为我现在贴下去的这胚体还是有一定的湿度，然后要贴上去的这个土还很软。这个就是飞鱼贴花的成果。因为做飞鱼哈，我觉得它姿态很棒啊。这个飞鱼哈，翅膀展开，好像在飞在半空中。我们看起来它是很高兴的在飞翔。其实飞鱼会飞，是因为鲸鱼在追它。做飞鱼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想象的实在不一定一样。我这个是浮雕的一个茶壶。所谓的浮雕，表面是平的，它是一种减法。这个都平面的，我们要让它感觉到像立体的，像这个叶子又比这个花瓣再更深，又往底下一点啊。事实上，其实它最高的地方都是平的。其实我们陶瓷的浮雕跟木雕啊、石雕啊，然后或者竹雕啊，都意思都一样，但是材质不一样，我们用的工具可能不一样。陶雕因为陶土里面有一些颗粒，你又要注意那个颗粒的变化啊。因为我们陶雕哈，通常都用干胚，或者我都喜欢用隔硬胚来刻。所谓的干胚就是完全干了再来刻，啊，隔硬胚是等这个胚体表面已经像皮革的硬度啊，我们就开始刻啊。因为这样在刻的时候，那个胚体不容易崩坏，干胚比较可以刻出像篆刻那种感觉，它边缘会有一些稍微崩裂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要示范的就是隔硬胚的那个刻法啊。我讲过哈，这个浮雕它是减法，就是把不要的刻掉，慢慢的自己就会懂得怎么样才不容易失败。比如说我们现在刀片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反面，像我们现在正面刻的时候看起来好刻，但是容易刮太多的土啊，或者会卡住手一顿，它就容易刻得太深啊。以前我在教陶艺的时候，我最喜欢用打桌球的那个做比喻了哈。你打桌球，你刚开始老师教你要45度，那球来了，你用45度，你怎么去量？到最后你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出去了嘛。所以这个陶艺也一样啊，只要所有的功夫都是要学习到一种反射动作。这是我
个人的一个揣摩出来的一个这个技法，我称它为线雕。线雕顾名思义就是只是雕那个线条而已，有一点像工笔画的那个框一样，但是再加上我的套釉下去，又让你不会感觉到像工笔画那么工整啊。也可以变成写意啊，哈。牙刷派上用场，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屑啊，会卡在我们的那个线条上面。那你不刷掉那些屑会妨碍你工作啊。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把这个胚体贴上一层纸，把那个图案刻出来。刻出来以后，我再上釉，再把那个纸拿掉，就有2种不同的颜色了。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说，这个电脑刻制的卡点西德来做纸雕，蛮好做，而且可以一直复制，在这个图案除了套釉之外，我们还可以喷砂，让它变成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因为喷砂是靠那个压缩空气，把那个金刚砂或者铝粉喷出来，把我们的胚体给喷掉嘛哈。你一不小心就会喷得太深，喷起来就会坑坑巴巴的，很难看啊！你喷砂之前你要的图案，这个喷砂板都是自己做的。这个作品我们称它为桑香系列。我们这个作品的发想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绿色隧道的大樟树有关系，我们就想要把那个樟树的树皮表现在我们的作品上面，是在搭配的时候利用表面的那个干度，跟这个胚体的干度不一样，然后把作品给撑开以后，它就会产生自然的裂纹。现在拉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是要在表层涂上一层那个我们配好的泥浆，然后现在我们在胚体的表皮刮上那个线条。第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那个瓷土加烧粉的这泥浆可以牢牢的附着在表面，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顺着那个刮痕来裂开。涂的厚度要适中，太薄了它那个裂纹会裂得不明显，但是你如果涂得太厚的话，它可能会整片脱落。现在慢慢的把器型给撑开以后，那个胚体就有裂纹出现了素烧它就是要胚体先进窑烧一次，把里面的碳里面的有机质烧掉了，那个胚体的孔隙就跑出来了。我们再上釉，釉浆容易吸到胚体里面，才不会你上
完釉烧的时候，那个釉药就会产生不好的变化。因为它素烧过了，它比较不怕水。你上釉，你上再厚，胚体不会溶掉。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素烧的。比如啦，像有一些人在烧青瓷，因为青瓷釉药要很厚，它通常需要素烧。还有那个棱棱角角很多的东西，你如果没有素烧，你根本没办法上釉。所以素烧这样的动作是为了你上釉，还有就是对某一些特定的釉种上釉不会产生失败，所以才要素烧。基本上我们比较常用的釉药有2种，一种叫生釉，一种叫色釉那色釉通常都是色料来调配出来的。那色料它加到某一个温层的釉药，它就会展现出那个颜色出来。但太低温的色料不能拿来高温用，太高温的拿来低温用又不溶这个色料还是有一个使用的一个规范了那所谓的生釉，各种原料搭配好以后，我都还没烧，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看到的都是灰灰的或者咖啡色或者棕色光看釉色不会知道它烧成的结果。色釉它就会照它原来的颜色给展现出来。以前我们就是把釉浆倒进去，然后把里面摇一摇，让它釉药均匀以后倒掉。这种技法我们称为荡釉了把早期的荡釉的那个技法来做改善，我们用虹吸的那个机器来上釉现在我们是用灌的这一件就是我的3件品的系列。那这一件的作品的图案，这跟我习惯的用法叫套釉有关所谓的套釉，就是我们会2种釉药搭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会变成另外一种釉药嘛。那我们在呈现在作品上面很丰富变化，都是双挂釉、3挂釉，甚至于多挂釉。套釉的时候，我习惯是先从深色釉，那深色釉最典型就是黑釉嘛，黑釉喷一层，然后我们再处理掉不要黑色的部分，然后再上，比如说上咖啡色上好了以后，又把不要黑色跟咖啡色的部分又处理掉，再上个白釉黄釉，它就有多种的变化，它层次就跑出来。我要反复动作把它擦干净。那到时候就是我的线雕的框然后再套釉，我会喷上一些小黑点，来让那个画面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们要换釉这个黑釉比较侵蚀力比较强，所以一定要釉桶一定要清的比较干净一点。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滤网，这滤一下的用意就是
怕我们的釉料里面有什么杂质啊，哈，把它滤掉，喷釉的时候釉枪才不会有堵塞的情况。我们要用釉之前都要把它搅拌的均匀，要么像釉料会沉淀，会变这样的情况，不太可以完全溶掉，就是表示它水分脱的太多了哈，所以我们要加点水。刚刚有黑色点嘛，我现在再加上蓝色的点，会让画面丰富一点哈。白加咖啡会有一点黄，黄再加蓝会有些蓝绿，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颜色的变化哈，来做这个布局。要先深色，再中等的颜色，再浅的。好，我现在就先第一层的叶子哈，把它用深一点的，有一点偏蓝色的绿哈。所以我先把叶子先擦掉哈。西瓜我等下要稍微有一点点偏黄才跟叶子有一点区隔了哈。再来就不是喷点状，我们就喷雾状，就是要让这个蓝色比较均匀的呈现哈。那喷好以后，跟它叶子有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带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自然哈。这样就算可以了。再来，同样的动作，我把丝瓜的部分先擦掉。白釉烧出来本身是白色的啊，但是搭配前面的有蓝有咖啡有黑釉，这样搭配出来，这样来做它那个画面的变化。套釉就是一层一层套上来，你用浅的套深的，深的会透出来，但是因为浅色在上面它会颜色会降低。那我这一层的透明釉是要让整个画面变亮，它不会影响前面的颜色。那这个灰黑色是因为我们加竹炭，可是烧好以后，那个竹炭会烧掉，所以就会产生那个透明的效果出来。我们是工研院在921之后，为了要发展竹炭的技术，所以他就找我们配合，然后研发出竹炭陶。好，这一件就真的喷釉完成了。我们陶艺界在讲釉上釉下，就是其实跟温度有关系。釉下材的耐温度比较高，那我们用的这是高温的化料，都可以让我们烧到在1300度以内都可以。我们现在加水以后调出来的颜色就是我们要的颜色，但是它干了，它会颜色会浅一点。涂颜料的习惯也是从深色开始到浅色啊，一样的道理，它只是用画笔来处理而已，表达出来那个意境有一点不一样。温层差太多，那不能混啊。一般都是烧好的胚体，再画在外面的，那就釉上彩。釉上彩的原料都是比较低温的。
我们是从柴窑到瓦斯窑到电窑，我认为各有千秋，你要去运用它的优点。现在都全自动的哈，那个程式会帮你管制好。因为刚开始在烧窑的时候，下中上，哦，那温差很大，你要抓到它平均，它才可以再往上升。因为前段是对流热嘛，对流热哈，因为这底下烧的温度会往上冲，铁锭上面的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做电窑，大概有6排炉线，每2排是1组，哦，分为上中下。那我们每一组都有独立的一个控制温度的控制表哈。那程式是这样的，是以下温当母表，哦，那中上温是副表哈，子表冲过去，它就要停来等母表。那母表有时候它升温如果升得快，但是子表跟不上，它也要等两个，所以这3组是联动式的哈。基本上各种排窑的大同小异哈。第一个，我们的胚体因为上釉，接触到硼板的地方不能有釉，有釉料的残留的时候，烧出来它可能会粘在硼板。第二个，2个胚体不能有碰触啊，如果有接触到的，那烧窑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连在一起。好，这个一定要注意。再来，它是一定要留一些空间。以瓦斯窑、柴窑的话，它是要有烧窑的那个气流的那个通道一定要留出来，我们称为烟道。烟道你不留好的话，这个窑是很难烧的。啊，这个电窑好处是差一点，它不会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排列的时候还是要有空间，还是要有一点交错，因为它有所谓的辐射热能，它就不是靠对流在传递，它是靠那个辐射，就是光线照得到，它才传得过去。如果你把这个窑烧得很紧，装得很紧密，完全没有空隙的话，那个辐射热是传达不过去的，啊，在烧窑我们大概烧16个钟头，前段100度到400度是窑的烘干期，因为胚体你看它干了，那有一种叫结晶水，它就水是跟陶土是融在一起的，你不烧过400度的话，那个结晶水是脱离不了的。573度胚体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它的那个结构是这样，573度升温的时候，它是阿尔法转贝塔，很容易裂掉了。那有一些人烧窑烧到开裂，那就是因为石英震荡期烧得太快了，它就会裂开。到600度以后关窑门，到我们那个900度这段期间，我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升温，对胚体都不会有影响。一直到900度以后，持温一段时间，让它把那个碳素全部烧掉。以前我们烧柴窑或者瓦斯窑，它升温不稳定，100度到400度当中不能烧太快。那个以我的习惯是1分钟不能超过4度了，超过太多它就可能胚体会爆裂。400度到550度当中，我们又可以比较放心的，大概可以1分钟
升6到10度都没有问题。但到了550度，就快接近572度，我们就开始要放慢。然后到危险期过了，就是600度以后，我们才又开始可以放心的升温度。然后900度以后，我们就要去注意到你上的是什么釉药。比如我们烧的是1250度，我们进入到1100度，我们就要放慢，它才会很均匀的那个熔融。一直到1250度烧结的时候，我们还要持温，一般我们持温是30分钟，也有人持温1个钟头，那就看你的设定，看你的釉药的性质。我们降温不能降得太快，因为釉药还在变化，一直我们要降到1100度以后，才可以很放心的让它降温。而接近600度，就是靠近573度的时候，那转换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很剧烈的收缩。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台语就烧起、烧坏了，这样的情况来敲它，它会有破裂的声音。降温，通常都要超过16个钟头了。升温是电表在控制，降温是人在控制。我们不开窑，它可能3天都不能出窑。你要先松窑门通气，它才会降温啊。这上面还有个通气口，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通气啊，它就有一个循环，它热才散得掉嘛。刚开始高温的时候可以开快一点，573度，那个时候会有热震荡啊。大概到600度，我们就开始降温降慢一点。我们一直要让它降到400度以后，我们才开始又可以放快一点。底下温度大概150度，上温大概250度，我们就开始慢慢开窑门，开到最后上面150度，我们就放心的拉出来。以前都讲3年4个月哈，其实里边也还有教他的耐性，教他的做人。师傅基本上都很严格的，可是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学东西，所以他用心的那个态度是对的，就学得会。你既然要培养别人，自己所懂的就不能台语说看播，就要把你懂的都教给大家嘛哈。我这边也大概有将近20个学徒出去了，有几个都已经变成中部的顶尖的那个陶艺家。现在最流行的就叫文化创意，光讲创意是不持久，是行不通的。应该要把优质的文化当底蕴，然后再来搞创意。文化是什么东西？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轨迹。我个人认为，传统是经过时空考验存活下来的好东西。我是喜欢运用传统的方法、传统的元素。古时候怎样做，我们好的地方我们继续保存下来，但是我能够加上什么自己的元素上去，这样我认为这样才叫做文化创意。从我民国72年转型为现代陶艺到现在，因为政府一直在推动如果要走这样的陶艺路线，第一个要先把自己的文化做好，就是要代表自己的风格特色，还有核心价值都要兼顾了。基本上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所谓的品牌。所以品牌它不只是一个 logo， 它不止知名度，它还要有你的坚持的一个路线。我常常讲说，要做自己，要自己做，自己做就是核心的东西，那一块就是我最硬的一块，我就是用这个核心来竞争。所以，如果要做陶艺的人，我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建立起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够长久。